今天我们要跨越半个塔斯马尼亚，从东边的菲辛纳国家公园出发，向北内陆推进260公里。这趟路风景变化超多，可以体验到白到发亮的沙滩，顺便感受薰衣草的浪漫，最后再开进朗瑟斯顿这座人文气息满满的城市，一次把塔斯马尼亚的自然与城市精华都收进口袋里。比奇诺是位于塔斯马尼亚东海岸的一个宁静海滨小镇，以橙色第一覆盖的岩石、喷水洞奇观与小企鹅闻名。这个喷泉洞是一个大自然的杰作，其实它并不是真正的喷泉，其实是海浪在大自然的花岗岩洞里玩挤压喷射。当海浪猛力灌进岩石的缝隙，因为空间太窄，压力太大，海水没有地方跑，就只能从顶部的洞口像大喷泉一样咚的一声冲上云霄，视觉效果超棒。哇，那海水直接喷到2-3层楼高，超夸张的。喷出来的时候还会伴随着那种像打雷一样的轰隆声，现场看真的是超级震撼。塔斯马尼亚东海岸这边超特别的，岸边的石头上长满了亮橘色的地衣，再配上喷发出来的蓝色海水，随便拍都像明信片一样。在塔斯马尼亚往北的公路上，有看到草地上一颗一颗的东西。导游跟我们解释，塔斯马尼亚是澳洲重要的农业与畜牧业的基地。这种大卷心酥非常普遍，远远看好像很轻巧，但一颗圆形的甘草卷通常重量约400到900公斤，主要的用途是留作冬天的饲料，给牛、羊、马等动物食用。因为塔斯马尼亚冬天6到8月非常的寒冷，草地会停止生长，甚至结霜。农夫现在忙着制作这些甘草卷，就是为了储存起来，当做冬天的食物。这沿路的黑牛就是塔斯马尼亚最常见的安格斯牛，它们在这里真的超幸福，每天都在空气好、草地肥的环境下跑来跑去。这种全草释放牧养出来的牛肉，油花多，口感又好，在全世界的牛肉界中，等级可是非常的高。这整片白白的可不是雪哦，是鸦片罂粟。塔斯马尼亚现在到处都是这种景象，刚好是盛产期，超壮观的。而且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合法药用生产地。我们平时吃的很多止痛药，原料其实都来自于这片花海。比纳龙湾被公认为全世界最干净的海滩之一，且多次被 Lonely Planet 这些旅游大咖点名为全球必去的景点。这里最厉害的就是那些沙子，因为里面含有超高比例的石英，经过几百年的海水冲刷与过滤，杂质全部都被洗掉了，留下来的沙粒不只是像粉末一样的细，还会闪闪发光，踩上去就像走在银白色粉末上一样，非常的梦幻。即使在夏日烈阳下，沙滩上的触感依然很凉爽，不会烫脚，踩起来很舒服，这个真的很特别。很多游客就直接躺在海滩上享受日光浴，海水呈现出透明的青蓝色或绿松石色，能见度极高。水底下有丰富的礁石与海洋生物，如石龙虾、海豚等，是潜水者的天堂，成为在塔斯马尼亚东海岸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。约好了，打电话去微信啊，对啊。
说到塔斯马尼亚的薰衣草，是南半球的紫色奇迹。由于塔斯马尼亚的气候与法国普罗旺斯极为相似，都是凉爽、四季分明，这里生长出来的薰衣草品质极高。飘罗道薰衣草农场，它是这里历史最久，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私人薰衣草庄园。他们家的品种超厉害的，是当年从法国传过来的，提炼出来的精油纯度被公认是世界的顶级。你有发现这里的花海是绕着弧形长的吗？那可不是为了爱漂亮，是为了顺应地形来留住雨水，防止土石流失。这可是让薰衣草长得好的小秘诀。今天来看，真的名副其实。现在正好是薰衣草盛开的季节，这种整齐的曲线看上去极为壮观，搭配远处的亚瑟山脉作为背景，是摄影师和网红最爱的取景点。哇，你看这，近距离观察一根薰衣草，你会发现它像一串小铃铛，每个穗子都很饱满。直接闻薰衣草的穗子，味道淡淡的，但用手轻轻搓揉后，薰衣草的精油会储存在穗子表面微小的油囊中，就会发出香味。这个火打开嘛，你们看啊，这个才叫全部打开就对了啦。那这都还是花苞，这还是花苞还没开啊，这都花苞、所以现在这个就开了啦。这个就开了。这个是开花的。然后像我种的话，我就是这个时候就把它捡起来，插在桌上。你说这个花的时候，你就把它捡起来。这个时候就捡了，捡了以后就一整把插着。那还会开吗？给它放一个那个下面要盘大一点，它就会开花完掉，然后那一整包花苞有没有？就很香啊。你不要等它完全开，你要现在就要剪了就对了。现在就要剪。剪了以后，然后就插着它就干掉了，干掉它就会掉下来一整堆花有没有？那个时候就很香了，就对。然后意大利人或美国人，他们就会用那个香包那种小的网状的那个布袋装进去，然后竖起来送给人家。这只芭比贝尔可是现在超红的薰衣草小熊始祖哦，肚子里面装的是薰衣草和澳洲的小麦，冷冷的时候微波加热一下，整个屋子都会香喷喷的。这次买了一组小熊加肥皂当纪念品，换算成台币才550元，CP 值很高。现场周边商品超多的，从茶包到精油还有肥皂，应有尽有，大家可以逛到手软。薰衣草蜡烛哦。这个光一个纪念的，大家都在排冰淇淋，很多人在排薰衣草冰淇淋，看起来很好吃，但考虑到司机5点要准时下班，我们要往饭店前进，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就来不及吃这紫色的冰淇淋。朗瑟斯顿是澳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，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中叶，这个地方曾经是一个繁忙的商业港口与工业区。Seaport 码头过去扮演过重要的角色，现在已转型成朗瑟斯顿最精致的生活悠闲区。这里有一条长长的木栈道，非常适合晨间慢跑或傍晚散步。这附近的建筑设计很有意思，走的是航海风，
流线型的设计与老码头的氛围非常的搭配。像我们住的 Papers Seaport 饭店，以前其实是个造船厂，现在外观改得像一艘大游轮。饭店还把早期工厂那种锯齿状的屋顶保留下来，既能采光又具有工业的复古感。在河岸看过去，真的非常抢眼。这个建筑的配色很有海感的感觉，灰白加上木头色，感觉上超舒服的。一层层的白色框架阳台，看起来简直就像是船舱的甲板。因为用了非常多的玻璃和金属元素，整体走的是一种简约的工业风。最赞的是大面积的落地窗，坐在里面看着外面的河滨步道，感觉室内外完全没有界限，空间感超强的。饭店一进门就把当地的航海历史融入现在的装潢中，木质柜台下面镶嵌着朗瑟斯顿港务局的铜制圆盘，呼应了饭店坐在旧船屋遗址的背景。整个大厅布置得很温馨高级，走道还展示着朗瑟斯顿旧港口黑白照片的艺术墙。真的是浴室。我们住的是家庭房，有完整的厨房和洗衣设施，一个人一晚约3500元。可以直接俯瞰着朗瑟斯顿最具代表性的水岸风光，整体住起来很舒服。Seaport 码头以美食闻名，我们选了一家当地的指标性餐厅，网络评价还不错。因为沿路都有看到安格斯牛，想来尝尝，所以我点的 Porterhouse Steak， 主要食材就是塔斯马尼亚的黑安格斯牛，采牧草饲养，每份重量约300克。今天吃的这客牛排太厉害了，炭烤香味超浓，外皮焦脆，肉汁饱满，最爱它的马铃薯千层，酥酥脆脆的，还有满满的起司香。很特别的是，它不沾酱，而是挤上青柠檬，清爽又解腻。虽然一份要1500元，分量精简了一点，但是这味道真的会让人回味再三。Seaport 码头由于坐落在2条河的交汇处，拥有开阔的水域视野，黄昏时则会染上一层金色的余晖。许多餐厅都设有户外的雅座，这里的游客和当地人会吹着海风，喝着当地的姜汁啤酒，这就是最道地的塔斯马尼亚慢生活。欢迎你有空也来尝试看看。